天热食欲差，就想吃点酸辣开胃带汤水的食物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既能吃肉又能喝汤的酸汤肉片的做法。配菜丰富，做法简单，关键在于肉片的处理。怎么腌制肉片才最嫩？首先准备400克的里脊肉，这2块肉呢是品牌盒装的，就导致了厚度特别薄。这样的肉我们就不能直刀切成片了，先把它们等分成肉段，再把肉段改刀切成肉块，再用左手压住肉块，右手拿刀横着进刀，把肉块片成肉片。它的厚度大约在2到3毫米左右，这里不需要考虑肉的纹路，猪肉再怎么老也会比牛肉嫩，也不存在塞牙的问题，只要片的厚薄均匀就可以了。通常而言，前面的肉片比较好切，最后一片肉片往往形状不规则，会一边薄一边厚，我们可以用刀拍几下，把它们的厚度拍到一致，也可以选择用刀压住肉片，用力的按压一下，把肉片压扁。全部处理完成后，我们看一下肉片的大小以及厚度都差不多了。下一步，我们把肉片放入个大盘里面。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，里脊肉分为大里脊和小里脊。小里脊位于脊骨的内侧，它就是猪身上最嫩的一块肉。大里脊也叫通脊，位于脊骨的外侧。其实肉质偏老，但是形状特别漂亮，做出的菜肴会特别好看。因为嫩度的不同，腌制方法也会不一样。对于口感偏老的肉，我们需要多做一步。准备一小块去皮的生姜，大约15克。像我这样，一只手把生姜按住，另外一只手拿起刀，用刀的顶部沿着它的边缘，将生姜慢慢的拍碎，拍成细细的姜蓉。然后准备一个碗，用手用力的把姜蓉挤出姜汁。我们都知道生姜有去腥增香的作用，却很少人知道生姜汁真正的作用是用来嫩肉。它是一种纯天然无添加的嫩肉剂，对任何肉都有嫩化效果，但使用方法却颇为讲究。这是一篇学术论文，标题为《生姜汁对猪肉的嫩化效果》，出自山东农业大学食品学院。结果表明，生姜汁对猪肉的嫩化效果十分显著。姜汁最佳用量为 5%， 最佳 pH 为 7.0， 最佳预处理温度为40度。总体而言，在食品工业中运用广泛，用生姜汁嫩化牛肉的效果也十分显著。下面开始制作，每100克猪肉使用1克姜汁加19克清水，400克的里脊肉片就用4克姜汁加76克清水。我们把姜汁和清水混合在一起，用勺子把它们搅拌均匀。这里用的清水是常温的，千万不能加热水，因为有嫩化作用的生姜蛋白酶超过60度就会失去活性，从而变得没有任何嫩化效果。充分搅匀后就可以腌肉了。下一步，我们朝装猪肉的盘中加入点盐，大约4克。通常而言，每100克肉加1克盐，咸淡是比较适合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少量多次的加入生姜汁，每加一次就用手不停的抓，让肉片把生姜汁全部吸收进去。重复这个操作，直到肉片把80克的生姜汁全部吸收进去。生姜蛋白酶嫩肉的原理是，它能适量的分解结缔组织、胶原蛋白、弹性蛋白，打断氨基酸分子的连接，破坏它们的分子结构，从而起到嫩肉的效果。然后我们选择性加入半个鸡蛋清，因为里脊肉脂肪含量仅为 8%， 加鸡蛋清会让口感更嫩滑，类似滑肉的效果。不喜欢的朋友可以不加。如果是前夹肉、梅花肉这一类本身比较嫩的肉，就一定不要加蛋清。接下来我们朝盘中加入2勺玉米淀粉，还是用手不停的抓，把玉米淀粉抓融化，把它抓匀，让猪肉片表面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外衣。抓匀后，再朝大盘中加入点食用油，还是用手把它们抓匀，这样可以让淀粉外衣上面再裹上一层油膜。由于油有很强的疏水性，同时又有很强的张力，既能有效的锁住肉片的水分，还能防止它们彼此之间发生粘连，烹饪的时候也不会出水，更鲜嫩。就这样腌制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，让肉片有时间充分的嫩化和入味。腌制的时间越长，嫩化的效果越好。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腌制的时间来控制里脊肉的嫩度。等待的时间，我们准备一下其他配菜。准备一个大碗，朝碗中放入适量的红薯粉，加入适量清水，浸泡半个小时，把它们泡软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酸菜，酸菜的选择有很多种，我这里用的是大白菜加乳酸菌发酵出来的酸菜。这种酸菜咸度比较低，但是特别酸。朝盘中加入清水，我们把它多洗几遍，洗净后无需浸泡，直接倒出来沥水备用。如果怕酸的朋友，可以把它挤一下。再准备一碗绿豆芽，你也可以用其他蔬菜代替。绿豆芽和泡好的粉条，我们需要焯个水。起锅烧水，水开后加入点盐入个底味，先把红薯粉条放进去，焯水1分钟，然后捞出来泡在水里面。接下来我们倒入全部的绿豆芽，也焯水1分钟，去除它的腥味，然后捞出来备用。最后我们准备一点
花椒粒、干辣椒、蒜末、葱花。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，油热后下入几个煎片，把它们煎出香味，再倒入全部的酸菜，用勺子翻炒一下。我们一定要把酸菜炒香，煮出来才更有味道。大约翻炒1分钟后，我们朝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，加完开水后，再把绿豆芽放进来，就这样保持大火，先煮3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再把红薯粉条放进来，再煮1分钟的时间。下一步，我们用漏勺把锅里的食材全部捞出来，然后放入一个大盘里面整理平整，再用比较密的漏勺把汤里面的残渣打干净。再次开火把汤汁煮开后，我们调成最小火，让锅中的水保持似开非开的样子，一定不能出现剧烈沸腾，会导致肉片脱线。然后把肉片一片接一片的放入锅中，每一次放的地方错开一下，避免它们彼此之间发生粘连。肉片遇到开水，表面就会发生糊化反应。通过这个表格，我们就会发现各种淀粉糊化反应时所需要的最低温度。一旦水温达到这个温度，这些微小的淀粉分子就会迅速的膨胀断裂，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状结构，紧紧包裹住肉片，从而锁住肉片中的水分，防止它变老。所以水的温度特别重要。下肉片一定不要求快，不要把肉片一股脑倒入锅里面，那样会导致水的温度急剧下降。一旦水温低于最低糊化温度，肉片表面的淀粉就不会发生糊化反应，会直接溶解发生脱芡，因为它含有杂质，会让汤的颜色变得浑浊。假如锅中的水没有翻滚，没有气泡，就最好不要下入新的肉片。如果您操作不熟练的话，可以分2锅下入肉片，下入全部肉片后，立刻调成最大火，把水煮开。煮开的过程中，千万不要碰肉片。等锅中的汤再次沸腾，我们就可以用勺子轻轻地推动一下肉片，让它们受热均匀，方便它们一起成熟。大约煮2到3分钟的时间，肉片就会全部变成白色。只要它们全部变色了，就说明它们已经熟了。再煮30秒就可以关火了。不放心的朋友可以多煮半分钟。下一步，我们用漏勺把肉片捞出来，均匀地铺在酸菜的上面，尽量的铺开，把整个盘子铺满。全部摆好后，把锅中的汤烧开，加入鸡精、胡椒粉调味，尝一下味道，看是否需要补充一点盐，再把汤倒入碗中，要刚好没过肉片，多余的汤就不要倒进去了。然后朝碗的中间依次摆上蒜末、花椒、干辣椒以及葱花，把油加热到200度，浇在上面，激发出香味。这个油最好是花生油或者玉米油，这一类味道比较淡的油。油不要太多，否则酸汤喝起来会腻。好了，一道酸辣开胃的酸汤肉片就完成了，满满一层肉，真的是太丰富了，既可以喝汤又可以吃肉，肉片又嫩又滑，非常的入味，粉条劲道爽滑，特别好吃。一定要最先吃完，否则会越泡越多。一口酸汤一口菜，开胃又解腻。喜欢的朋友还不赶紧去试试吧。我是大叔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